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成功拿下了一个别墅的大单，一单提成50万。就在我兴奋时，老板却告诉我提成只有500块。他说我赚得太多，不利于我的成长和拼搏，还让我交出工地和手中资源。我直接答应，扭头就和业主打去电话。1周后，所有款项收不回来，监理闹到公司，老板给我发信息求我催款。我笑道：老板，我觉得公司赚得太多，不利于公司的发展。再见面。我是张总，他是小叶。他跪下求我赏口饭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小兰啊，这次做得很好，提成这块你放心。听见老板的话，我顿时雀跃不已。这次可是别墅大单啊，光提成就500万。结果老板接下来的话让我以为我太累幻听了。500块提成，我已经让财务转你了，以后要继续努力啊。多少？我的500万水灵灵的成500块了。许是我脸上的震惊和疑惑过于明显，老板这才清了清嗓子：小兰啊，你这个年纪正是拼搏的时候，你赚这么多也不利于你的成长和后续的发展啊。我也是过来人，这些都是经验之谈，一般人我也不会说这些掏心窝子的话。老板继续说道：公司是个大家庭，都是家人，把你手里的准客户拿出来给大家分一分，总不能一直都是你一个人赚钱吧。市场部那么多人，他们到现在都还没签到单呢。听到这里，我算是听明白了，这是吞了我的提成，还想把我手里的客户资源也扣出来。你怎么不把你银行卡里的钱拿出来分一分？见我还是沉默，老板语重心长：小张啊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好，你本身也是设计师出身，我这不是在减轻你的工作量吗？还有你手里的那些刚开工的工地也都交接出来，这样你不就可以安心搞设计了？虽然已经开工，但是之后客户用的各种材料，有些合同上不包括的，设计师也会和客户推荐，要是买了就能从材料商那里吃回扣。老板这算盘珠子打得啪啪响啊！可是那些工地一直都是我在跟，这突然换人，小张，你不会以为公司离了你就转不动了吧？听见这句话，我笑了。好的，老板。回头我就交接出去。老板见我如此识时务，又客套2句，才让我离开。我来公司7年，这次为了签下这个客户，我3天3夜都没合眼，改了不知道多少版方案，跑了多少趟工地。这个季度，公司80%在施工的工地都是我的单，离了我，公司还真就转不动。回到工位，市场部那几个新来的正在我的工位上翻看着我记录客户的本子，还时不时的用笔记在自己本子上。张姐，我们就是看看，你不会介意吧？魏峰笑嘻嘻地说道：不会，随便看。我声音淡淡，毕竟那本子上的都是被我筛了不知道多少遍的。真的吗？张姐，你客户这么多，这本子不如就送给我吧。今天老板还说呢，让我们几个有点眼力见，多帮帮你。见我这么好说话，魏峰更加得寸进尺。此时老板走来，对着众人说道：张云这段时间辛苦了，从明天起还是转去设计部，以后市场部的经理由魏峰代理，还有张云手里的客户，回头让魏峰分配一下，你们都好好干。听见老板的话，市场部的人十分雀跃。我1个月赚这么多，他们早就眼红不已了。至于魏峰，那可是老板的亲侄子，市场部对他只有8届。魏经理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，好好干，以后带着市场部的人赚大钱。我笑着夸赞道。魏峰得意的不已，
笑得格外灿烂。老板走后，我敛去脸上笑容，从公司出来，给刘姐打去电话。刘姐，你选的瓷砖没货了，第二笔款还是等等吧。听着这话，刘姐笑着说道：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办事我放心。好的，刘姐，到时候我通知你。我笑着说道：行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又如法炮制，给正在施工的客户统统打去电话，以各种理由让他们先别付下笔款项。既然你膈应我，那我也不能让你过得太顺心了。经过这件事情，我算是看清楚了，这是先吞了我的钱，又把我职位撸了，再让我把客户资源全部给魏峰。想来下一步，等我没了价值，就该故意找茬，让我自己滚蛋了。这些年，装修越来越难做，受互联网的影响，很多人都选择自装，不会再找装修公司装修了。之前设计部公司为了把人逼走，也是各种花式逼人，只把半包，赚钱少，事多的小单分给你，慢慢的赚不到钱，活还没少干，你自己就走了。这样一来，公司丝毫不用任何赔偿，完美隐身，工资也有发，单也有分。可是你自己不愿意干走人的，和公司有什么关系？就是用这种方式，公司现在每个部门的领导全部都换成了老板自己人，连锁公司的分公司被老板做成家族企业，丝毫没有顾及被他逼走的那些人。跟了公司多久，给公司创造出了多少利益？之前之所以没有将矛头对准我，许是我没一下子赚这么多钱，又或许魏峰还没来。老板不是说赚得多不利于我的成长和拼搏吗？那我也要告诉老板一个道理，永远不要扣原本属于打工人的钱，永远。第二天我踩点进公司，将客户电话发给了魏峰后，我就开始摸鱼。一上午的时间，在拉屎和看中午吃什么中度过了。此时市场部一个个都跟吃了屎一样，魏峰更是直接过来找我：张姐，这些电话里怎么一个客户都没有？这可是龙江地景的客户资料，新楼盘。我看向魏峰，直看得他脸一阵红一阵白的。我们一个人找不到客户，总不能所有人都找不到客户吧？听着魏峰的话，我笑了笑，那谁知道呢？可能是物以类聚吧。这话就差明摆着说，他们那一群人都是白痴了。魏峰脸色很是难看，但是到底也没有多说什么，转身回了办公室。接下来几天，魏峰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，眼瞅着一周过去了，市场部一个上门客户也没约到。我每天上班就是摸鱼睡觉，和从前忙得连口饭都吃不上相比，我现在的日子简直不要太好过。精神头刚不回来，魏峰就来给我找事了。张姐，你看看这个方案，今天刘工没时间，一会这个客户你帮我谈。魏峰说完，将几张图纸放在我的面前。我看了看左下角的小区名字和栋数，这图纸放错了呀，户型反了。当然我自然不会告诉魏峰，要是放从前，我肯定会指出问题，帮魏峰好好谈这个单。可是现在我才懒得管，我上班是为了赚钱的，又不是来做慈善的。敛去神色，我漫不经心道：又不是我的客户，方案也不是我做的，我凭什么帮你？张姐，大家同事一场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？魏峰显然没想到我会直接拒绝，脸色顿时难看起来。我自私？你无私好吧，把你这个月工资拿去捐了啊，刚好客户上门。魏峰不好同我争执，硬着头皮带人去会客室了。我坐在工位嗑瓜子，等着看热闹。果然没一会，客户就气冲冲地走了。图纸错了也就算了，魏峰一点不自知，估计被指出来后，
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客户还能坐得住才怪。张姐，你什么意思？图纸出了问题，你没看出来吗？魏峰直接把图纸朝我砸来，我没想到这都能把脏水泼到我身上，当下冷了脸。你的客户，图纸也不是我做的，出了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魏峰心虚一瞬，咬了咬牙，你在这一栋有5个工地，你能看不出来图纸和户型不匹配？这一栋总共8个户型，我又没去过现场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冷哼一声，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眼看着说不过我，魏峰气愤离开。这刘工本来跟老板也是沾亲带故的，虽然设计一般，但是因为是关系户，平时分到的都是大户型的全包，自然看不上这一个小户型，压根就没带人去量房，只是找了同楼层的户型，也没让人去看看是不是一样的。魏峰客户没了，不敢去和刘工发火，只敢将火气发在我身上。还没10分钟，老板就在公司大群里就发来消息，全体成员，市场部约客户不容易，不管是不是你的客户也上点心，帮忙谈客户是没有钱，但是大家一个公司互相帮助一下，不要在乎细节。这句话发出来，群里55个人，只有零星的几个收到。我直接打刘工，刘工点你呢，市场部约客户不容易，今天魏总的客户因为你弄错户型没了。这句话一发出来，群里顿时安静如鸡，一直到快下班都没人在群里发消息。第2天，我之前签的别墅的吴姐来看方案，这下子魏峰也顾不上昨天的事情了。要知道，装修100套小户型都没一个别墅挣得多，方案是刘工新做的。魏峰高兴地将人送去会客室，魏峰也一扫昨日的阴霾，毕竟一个蚊子腿没了就没了。去之前，刘工还用鼻孔对着我，十分趾高气扬：张兰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设计师。刘工，你鼻子里有鼻屎。刘工顿时尴尬几分，带着魏峰匆匆进了会客室。可吴姐对方案十分不满意，刘工来来回回改了好几版，光一个方案就卡了2天，无奈只能来找我。我瞅了一眼方案，不愧是设计师，卧室放床，客厅放沙发，承重墙还砸了，这也太会设计了。张姐，你快看看这几个方案。刘工笑着搓了搓手，将图纸放在我旁边。怎么，真正的设计师设计的完美方案，我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头也没抬，低头继续打着游戏。魏峰这才笑着说道：张姐，昨天我已经和老板说了，只要这个客户能交首款，到时候就给你5000元奖金。给这么多钱，不要命了？听出我话里的讽刺，刘工和魏峰的表情都不好看。刘工仗着有老板撑腰，一拍桌子：张兰，我是设计部的经理，现在我让你做这个方案，你就得做。你要是不做，这也好说，这个月底薪全给你扣了，让你哭去。这是直接拿出职位来威胁我了。看着他猖狂的样子，我笑了笑：放这儿吧，一会儿我就做。见我答应下来，二人相视一笑，脸上满是得意，觉得已经把我拿捏得死死的了。当天老板就在群里表扬了我，全体成员大家都学习一下张兰无私奉献的精神，做事不必太过于计较眼前的利益，目光还是要放得长远一些，大格局才能挣钱。看着这些话，我真是笑了。上班不计较钱，计较什么？他怎么不干脆说，他给了我们一份工作，我们应该感激他，每个月要倒给他钱。这几天又相继给我分配了一下工作，我主打一个件件有回应，事事没着落，把事情交给我，你就操心吧。张兰，
这都2天了，方案做好了吗？老板亲自将我叫来办公室，询问情况。说完，给我面前的茶杯中倒了杯茶。没做啊，我在专心搞设计，哪有时间？我喝了口茶，笑着说道。老板气得将手中的杯子狠狠放在桌子上，看向我的目光十分不善。张兰，你还想不想干了？把这个机会给你，那是看得起你，还不想让你多赚点钱。可是公司又不是离了我就转不动了，那么多设计师呢？我的话让老板的脸一阵红一阵白。你要是再这样，信不信我开除你？我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，可比你一个半路出家的愣头青人脉广多了。行业封杀，你轻轻松松开除，我好怕啊！你不要封杀我啊！我撇着嘴，阴阳怪气地说道。说完，我起身离开，身后是老板因为气愤将茶杯狠狠摔在地上的声音。从老板办公室出来，我心中冷笑，这就急眼了。第2天，我就以左脚先迈进公司，破坏公司风水为由被开了。看着手机上的通知，我心中十分平静。老板趾高气扬地看着我，张兰，你还年轻，看你能猖狂到什么时候？以后你就算哭着求我，我都不会让你回来。老板笑得满脸得意，笑吧，看你还能笑多久？我人还没出公司大门呢，几个工程部的监理就来了。张总，天桥院的刘姐该交第2笔款了，这钱怎么还没到啊？还有北湖花园的吴总，不交钱，工地只能停工。从前我一手抓，他们根本不需要操心。如今催了这么久，对方依旧没个动静，这才跑来公司找我。你们去问魏总吧，现在这些工地都是他在负责，我已经被开了，后续你们问老板就行。说完转身就直接走人，躺在家里睡大觉。听前台小玉说，工程部的那些监理现在恨不得住在公司催一个工地10个点的提成，工程停了七七八八，有些监理手里的工地全停了，都快急死了。监理急，那些材料商、供应商也急，天天来催，还说老板办公室天天都可热闹。我笑着回复，公司都快乱成一锅粥了，快让老板趁热喝了吧。当天下午，老板就讪笑着给我打来了电话，小张啊，之前那些工地的钱你去催一下吧。我抠了抠指甲，老板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已经被开了，这些在我离职前都已经和魏总交接过了呀。电话那头沉默许久，不过我还是能通过的喘息声，听得出来老板现在有多生气。小张啊，这是个误会，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，谁知道你当真了。抛开事实不谈，咱们做事总要有头有尾吧。你就算真的离职了，这些事情之前都是你负责，你总要做好善后工作吧。呵呵，我真想给他2个大耳刮子，知道他黑，没想到这么黑，无偿上班都能说得这么清丽脱俗。老板，我这也是为公司好啊，公司赚这么多也不利于发展啊。我笑着说道。电话那头更是长久的沉默。张兰，不过是催款，你抽时间打个电话催回来一个，奖金1万。明明已经很生气了，可还是极力压制着怒火，和我好好说话。我压制住上扬的嘴角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有时间了我打电话催一下。你放心，只要这些钱到账，你的那份少不了。老板这才展露笑颜，语气轻松不少。我只是笑着点头，有时间会催的，至于我什么时候有时间，那你就等着吧。又过去1周，每天一打开手机，魏峰都给我发来诸多信息。张姐，早催了吗？这都好几天了，你什么时候催一下啊？工程部那边都还等着呢。我撇了撇嘴，偶尔回复道，催什么？
有时间我会催的。魏峰的信息每天不间断，我干脆直接拉黑。离职在家后，许多公司向我抛出橄榄枝。之前上班的时候，就有不少公司挖我，只是都被我拒绝了。看着手机上的信息，其中不乏给我底薪增长50%的，我依旧是拒绝了。替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开公司。我现在手里不缺客户，材料商、工地工人更是不缺。再加上打工这么久，对于整套流程我十分熟悉。有这些，我还当什么牛马？直接翻身农奴把歌唱，成立了工作室。得知我不在公司干了，之前那些业主纷纷从原公司退单，转而过来找我。工作室开得如火如荼，很多效果图我都外包出去给其他人做了。至于量房这些，我还是会亲自过去，也能看看现场，和客户沟通一下想法。第1个月，除了之前的，我就又签了5单，主要是因为忙不过来。我现在1个月的收入已经赶上之前半年的收入了，扩大规模指日可待。我开工作室的事情，只有前公司的前台小玉知道。他得知那些退单的业主都跑来找我以后，笑得更开心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。你是没看见老板被气成了什么样？现在市场部每天7点上班，9点下班。老板说不信离了你，公司业务起不来。现在那些设计师都闲下来了，每天无所事事的。公司最近可冷清了，老板已经准备请策划来办活动。听到这些，我并不意外。市场部找不到客户，整个公司都会闲下来。装修本来也分季度和时间，最近马上快国庆了，正是旺季的时候。要是现在还签不下来单，那今年下半年算是完了。前公司活动办得热火朝天，我抢单抢得不亦乐乎。我一个工作室也没有监理，凡事都是我亲力亲为，价格能给到的自然更低。装修本就是货比三家，很多都快和前公司签合同了，都被我直接抢了过来。哪怕价格比他们低，我也有得赚。1次2次算得上正常，4次这样，前公司坐不住了。魏峰带着人直接上门，想要假装客户过来探探情况，想看我这里全包和半包的价格，还有所用的东西都是什么牌子的。刚好遇上正在店里扫地的我。工作室不大，也没必要请保洁，我都是自己打扫。哟，这不是张姐吗？离了公司，现在都来干保洁了。魏峰看见正在扫地的我，有些不屑地打量了我一眼。你现在诚恳点道个歉，再给我10个单，我就跟我舅舅说让你回去。看着魏峰的样子，还真是和老板一样讨厌，不愧是一家人，小小年纪就这么讨厌。怎么来这里想看报价？信不信我跟老板说，把你们赶出去？听见这话，魏峰一时语塞，带着人落荒而逃。当天晚上，我就收到了老板的信息：小张啊，听说你现在在干保洁，回来吧，之前的事情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刚好最近也在办活动，这次给你分30个单的任务，提成2个点，怎么样？看见这信息，我真是气笑了。30单，当我是许愿池里的王八。我冷笑着回道：我看你光着屁股拉磨，转着圈不要脸。看对方迟迟都是正在输入中，还以为要说什么呢，谁知道放了个狠话：你别后悔。我将手机扔到一边，继续做方案。1周后，前公司活动结束，也就只签到了5个单，愣是被我抢了16个。刨去成本，加上这一次请策划老师的钱，前公司还真是堪堪保本。只是保本和亏了没什么差别，一场活动没有带来收益，不如不做。梁子也算彻底结下了。每次出去和材料商谈合作的时候，都听说现在钱老板
可是在到处打听我的工作室。只是现在这些材料商都指着我吃饭，倒也没有主动和钱老板透露我身份的。不过这些对于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，就算知道了是我，又能如何？我一没偷二没抢，凭本事吃饭。听小玉说，前公司现在收益很差，一个月也就只能签一两个单，有时候一个都签不到。快年底了，几个材料商和装修公司的经理约我吃饭，这种局不过是想让我多用些他们的材料，再加上下半年有时候签的一些单，我这边实在忙不过来，会直接包给其他公司，然后分给他们一些提成，他们多少也能赚点。慢慢的，很多装修公司也都想和我搭上关系，从而混口饭吃。只是没想到能遇见钱老板。看见我，钱老板冷哼一声：“怎么，张兰现在想回来了？为了见我，都找到这儿来了。之前给你机会的时候，你不回来，现在你想回来，底薪只能给你1500，从前的6000想都不要想。你别以为仗着自己能跑业务，离了公司就能混出个什么名堂来。我告诉你，你什么也不是。今天这里的人可都是来见张总的，不是你这种阿猫阿狗能高攀上的。赶紧滚！”看着老板得意的模样，我忍不住啧舌。怎么公司现在都快干不下去了，他还能这么得意呢？卖衣橱的经理是最近新来的，不知道我和钱老板的关系，忍不住惊讶说道：“小叶，怎么和张总说话呢？要不是你求着我，我才不会带你过来。”转头又对我说道：“张总，我不知道他和你的关系，这是我不知道啊。”这话让老板一愣，似乎这才反应过来，他今天过来巴结的人居然是我，脸色顿时一阵红一阵青。怎么可能呢？你怎么可能是张总？看着他一副吃了屎的模样，我勾唇笑了笑：“哎呦，这不是叶总吗？怎么也想来让我给你分2个单做做啊？”说完，我对着钱老板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：“张总，误会，之前的事情都是误会，你喊我小叶就好。”钱老板急忙端着酒杯，弓着身子过来，看着他这副低三下四、满脸巴结的模样，还真是跟路边的流浪狗一样。“小叶啊，公司发展的怎么样？签不到单，一定发展得很好吧？”众人听见我的话都不明所以，只有钱老板绿了脸：“张总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高抬贵手，赏口饭吃吧。”“哎，小叶，你什么时候对过啊？”那些巴结我的人纷纷出来踩上一脚，看着钱老板不开心的样子，我就开心了。晚上才到家，就看见了钱老板给我发来的信息：“张兰啊，你还是回来吧，我们也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了，你能眼睁睁地看着公司倒闭不管吗？”这句话的上一句，便是几个月前老板给我发的那一句：“你别后悔。”我觉得还真是讽刺至极，不知道老板脸疼不疼。我引用了那句话，并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，我会闭着眼睛的。”本以为这件事情已经彻底过去，眼下我手下员工虽然不多，可是今年半年的收益十分可观。我也全款买了房和车，在给员工发年终奖的时候，我收到了小玉给我发的信息：“张姐，公司出事了，老板和魏峰重伤住院了。”看见这句话，我惊讶了一下，公司能出什么事儿？老板还能住院？询问之后，这才得知情况。原来因为公司效益不好，老板就想裁员，多裁掉一些人。可是这一次需要裁掉的人很多，再加上又快年底了，用之前的法子肯定不行，直接通知他们走人的话，又要赔偿。设计部有不少也是跟着公司很多年的，于是老板直接让魏峰带着他们去 KTV 搞颜色，
再让魏峰打电话举报自己，这下子去的23个人一下子全开了，公司还不用任何赔偿。听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真的是直呼好家伙，这还真是以身入局，胜天半子，都快过年了，突然没了工作，而且还一下子这么多人。众人也回过劲来，知道这是遭了算计了。魏峰又是老板的侄子，背后是谁不言而喻，可许多都是有家庭拖家带口的，这事也不光彩，只能吃这个哑巴亏。钱老板直接是零成本裁员，知道钱老板是学设计出身，可没人说他这么会设计啊。有人选择吃哑巴亏，也有人愤怒至极，砸人饭碗和断人活路没区别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几人给钱老板和魏峰安排了麻袋套头。地方本就偏僻，也没监控，一直到第2天早上才被扫大街的阿姨发现，冻得都出气多进气少了。人虽然没什么大事，但是名声彻底臭了，更是传到了总部。总部直接给老板优化了，听说老板没有拿到任何赔偿，闹去了总部，还真是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。不过这一切都和我没关系了，凡事讲究问心无愧，我的公司能者多得，只要你有能力，在钱上我毫不吝啬，总不能又想马儿跑，又不让马儿吃草吧。只是没想到准备回家过年前，在公司还能遇见一个老熟人刘工。不过几个月没见，之前吃了肥头大耳大腹便便的刘工消瘦了不少，此时正有些局促地低着头站在我的面前。张总，我是来应聘设计师的。抬头看见是我的时候，刘工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。怎么是你？想来钱老板回公司也没有跟大家说，之前小玉可是说了，我走后钱老板在公司可没少说我坏话。我勾唇一笑，好久不见刘工，不过你这么会设计，在我这小庙可是屈才了。刘工脸上尴尬不已，落荒而逃。目送刘工离开，我哼着歌关上店门，驱车回家。过年在即，旧的一年已经过去，明年等待我的是更加美好灿烂的未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